德国外长蒙羞受访，要求联合国阻止中国统一。他的上述言论并非是无知，而是故意的。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被认为是最丢人的外交部长，其主要标签就是撒谎、欺骗和无知。但是谁也没想到，作风严谨的德国人所任命的外交部长贝尔伯克竟然与蓬佩奥是一丘之貉。他刚刚完成了一次能够让他一生蒙羞的采访，而且严重地挑战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贝尔伯克在受访时表示，德国经济应该终止对中国的依赖。这种观点本身就够奇葩的了。一个外交部长不维护德国人的利益，而是要破坏德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发财机会，他在为谁的利益服务呢？这还不是最丢人的。贝尔伯克更夸张的是要求联合国阻止中国统一。他主张通过联合国和国际法框架，防止中国大陆入侵中国台湾。他声称，我们不允许一个大国凭借自己的强大而可以吞并他的邻居。显然，贝尔伯克说出这种话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非常无知，甚至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国与台湾地区当局同属一个国家，台湾只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另外一个可能呢，就是他故意否认台湾问题的本质，为了迎合德国内部的反华强硬派，甚至呢为对抗中国做社会动员。贝尔伯克来自德国绿党，他们的主要特点就是有强烈的自我正义感，而且这种自我感觉往往是源自于无知，而且是极端的无知。具体表现就是不做对自己国家有利的事，只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贝尔伯克本身就是学国际法的，要说他无知到不了解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甚至不知道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好像根本不可能。这件事的发生让我们必须明白，正在面对一个更加非理性的德国。在德国因为西方制裁俄罗斯而遭受严重损失之际，贝尔伯克从来不觉得德国的利益被美国出卖了，而是认为自己是反抗普京的英雄。贝尔伯克的上位本身就是德国走向非理性的结果，他从骨子里厌恶中国，而且呢是自傲和自大的，甚至在成为外交部长以后都不愿意修正自己的观点。德国绿党能上位，说明这个国家的部分民众一边挣着中国的钱，一边呢却对中国有着非常大的恶意。这些情绪其实我们从过去德国媒体的反华报道中就能够看出来。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我们在对欧洲国家的宣传工作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在中国与美国竞争的大棋局中，我们如何与欧洲国家搞好关系，恐怕是重点之一。而欧洲国家最近出现的奇葩现象非常值得我们警惕，比如马克龙和舒尔茨几乎同时陷入丑闻，意大利总理也宣布辞职，欧元对美元严重贬值，美国和英国决心通过军事援助乌克兰，让俄乌冲突长期化。这些变化的背后，谁敢说没有美国的黑手呢？而德国外交部长叫嚣要让联合国来阻止中国统一，难道只是无知吗？所以虽然中国对欧洲有着足够的善意，但是也要做好应对与某些欧洲国家关系恶化的准备。德国外交部长的言行代表的是德国政府。台湾问题绝对不是只对中国和美国来说非常敏感，对德国也是如此。贝尔伯克的恶意，中国人民感受到了。我们不能简单的把无知当笑话，还要面对台湾问题正在被国际化的现实。看来真的到了人民解放军立威的时候了。只有我们立威，某些右翼政客才能闭嘴。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